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你不是说今天和闺蜜出去逛街吗？哟，这不是崔玉元那小子吗？怎么跟踪你女朋友？于丽丽，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正好，省得我回去找你说分手。为什么？为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一个月赚那么点钱，切石头切了一身灰，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你觉得你能给我什么？小子，昨天在你店里切垮了老子20万的石头，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孙老板，这块黑乌纱皮可紧，裂多，风险不小。我建议先擦个窗看看情况。擦什么窗？直接切，中间来一刀。丽丽，这块料子风险太大。听孙老板的，磨磨唧唧的，孙老板差那点钱吗？好，垮了！早说过皮革表现太干，晦气，都怪你小子一脸衰样。孙哥消消气，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女朋友现在跟了我，也算你小子欠我的。从今以后，离她远点儿。行了，别在这丢人了。孙哥，我们走吧。于丽丽，你会后悔的。后悔？我跟了你才叫后悔。大洋，怎么了？是不是你那女朋友的事儿？师娘，大洋，你别吓师娘！师娘，师娘，你怎么没穿衣服？杨晨，你说什么？啊，没什么，我去趟洗手间。杨晨，你乃我杨家后人，身负二郎真君血脉，今赐你开天眼，此眼可洞察世间万物。我去，二郎真君，我是杨戬后人。我开了天眼，怎么摸不到？难道这只眼只有我自己能看见？师娘，放着我来。都怪我手滑，这雕剑多少钱？我赔给你。不用，鸟市淘来的小玩意儿，不值钱。师娘，你快看我额头，看我脑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看什么？看你头顶那片青青草甸？师娘，行了，别胡思乱想。瞧你那傻样。看来这天眼真的只有我能看见。天眼开，头
透视，能不能看穿石头？有了，杨绿带飘花，种水很老，这是冰种，切开至少100万起步，真的，全是真家伙，老子要发财了！怎么回事？才5分钟，这天眼怎么还有续航焦虑？大洋，发什么呆呢？魂儿丢啦？不就是遇人不淑吗？凭你这模样，要是实在不想努力了，师娘给你介绍个富婆。师娘，我靠自己就行。还害羞了？行，有志气。算师娘没看错人，这个月工资给你涨5000。谢谢师娘。家里爸腿瘸，妈干农活，2个妹妹还在读书，1个月6000块寄回家，这5000块简直是救命钱。如果真被师娘这样的富婆包养，想什么呢？别傻愣着了，跟师娘回趟家。地下室还有几块毛料要你搬。好嘞。地下室存着我和你师傅这些年的家底，有不少老坑料，不想让陌生工人进去，只好麻烦你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这就是师娘家。谢谢师娘。来了师天家别太拘谨，有道是一个徒弟半个儿。你师父生前把你当儿子看，师娘也一样。师娘，你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我今年都25了，可不想当师娘的大儿子。师娘都36了，老女人一个。走，跟师娘去地下室，下面有推车。师娘，您这家底也太厚了吧？都是你师父和我这么多年攒下的，还有公盘上囤的货，这些不出售算压箱底的。那搬店里干嘛？最近生意有点差。后天凤凰珠宝公司办展销会，我托关系拿4个展位，2块开窗，2块闷头，万一有富豪看中，正好出手。你挑5块闷头料，随便选4块搬车上就行。师娘等下给你做饭。没问题，我就愿意为师娘效劳。全是老帕布，如果开天眼，不对，没钱。这种料子1公斤上万，捡漏都没本金。滚！我说多少次了，别来我家！我对你没感觉。周辉，我说过多少次了，别来我家，请你马上离开。嫂子，这话就见外了。我是老张最好的兄弟，他没了，我替他来看看你，这不是应该的吗？看我，你还是留着这份心去照照镜子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姓周的，别让我查出老张的死跟你有关系。嫂子这话说的，老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心疼你。不需要你心疼，现在立刻出去！嫂子别这么大火气嘛，我是好心。滚出去！嫂子，我好心好意来，你这样可就不讲情面了。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报警了。报警？嫂子，咱们是老相识了，至于闹成这样吗？老张走了这么久，你一个人也不容易。我就是想帮帮你，你别不识好歹。嫂子，考虑考虑，
跟着我，总比你一个人守着这空房子强。侮辱我师娘，老子弄死你！你小兔崽子，你算哪根葱？一个破打工的敢管闲事？滚不滚？给你3秒钟。3！小子，你够种！给我等着！再敢骚扰我师娘，见一次打一次！变态！师娘，没事吧？谢谢你，大阳。没事了，师娘。大阳，借了下你的肩膀。刚才真是被周辉气糊涂了。谢谢你，今天多亏有你。师娘，您别这么说，师父不在了，我绝不能看着别人欺负你。谢谢，你肯定饿了，等着，师娘去洗个澡，然后给你做火锅，咱们好好吃一顿。周辉那混蛋说的是不是真的？师父真是天烟。想问就问，别憋着。是不是好奇你师父的事儿？好奇周辉那个王八蛋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完全没胡说。啊！我和老张从小认识，知根知底。30多岁家里催得紧，就凑合结了。但结婚4年，他从没碰过。一开始我以为他外面有人，后来有一次，他半夜偷偷出门，我一路跟到了酒店。酒店？一开始我以为他外面有人，后来有一次，他半夜偷偷出门，我一路跟到了酒店。酒店？我想离婚，家里人嫌丢人，死活不同意。我们只能人前装恩爱，其实这婚姻一开始就死了。师娘，这么多年您受苦了。都过去了，吃肉，不说这些晦气事儿。师娘，那师傅的死真的是车祸？官方说法是这样，可最终我连你师傅的尸体都没见。师娘，我不信，这一切我们得查。怎么查？跟这一切有关系的吴天，他们开地下赌场，黑白通吃。我一个女人能守住这份家业就不容易了。时间不早了，师娘累了。大阳，你要好好的，因为女人难受伤心的男人，师娘看不起。吴天，大人物是吧？老子现在确实惹不起，当务之急是利用天眼搞钱，只有自身强大了，才有资格查真相。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啊！快来人啊！车，那辆车失控冲下去了，里面还有人。让开！救命！谁来？救救我！真蠢！那边还有人，坚持住！还有人！
别丢下我！求求你别丢下我！松手，松开！你这样我们都会死。要死在这儿了，不行，师娘还在等我，师父的仇还没报。先死吧！天眼护体，神力自生。这力量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天眼还能强化身体？快，人工呼吸！那女的嘴唇都紫了，没气息了。这小伙子太猛了，一个人救2个，从那么高的桥上跳下来，还能把2个人都救上来。求恩人别走！英雄，别走啊！好不容易救完人，让大家看看你是谁，转过来露个脸，叫什么名字？别拍！吴天那种人眼线众多，黑白2道都有他的人，要是上了新闻，被认出来是师父的徒弟，不仅我有麻烦，师娘更会有危险。哎，人呢？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不见了？别走，告诉我你叫什么？先回家换衣服，湿成这样太显眼了。明天还得去参加珠宝商会呢，那才是正事。大洋，今天这场子水深，多看少说。咱们的展位在 C 区。明白。哎呦，这不是杨晨吗？怎么刚被甩了就出来捡破烂儿？这种高端局也是你能进来的？丽丽，别这么说，人家现在傍上了徐老板，吃软饭呢。徐老板，这小白脸有什么好？不如跟了我，以后你的货我全包了。孙大勇，嘴巴放干净点。大洋是我店里的首席鉴定师，首席鉴定师，在那切了3年石头的学徒工，笑死人了。各位老板，接下来是今天的压轴标王，来自帕坎老坑的帝王之窗，底价300万。好东西，这块料子我要定了。帝王之窗，天眼开，靠贴片造假，这就是个大号砖头料。好料子，这绝对是帝王绿。师娘，咱们得拿下。大洋，这块料子赌性太大了，皮壳表现虽然好，但中间有断层风险，咱们账上资金一共就400多万，不够啊。师娘，信我一次，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翡翠，这块帝王之窗绝对是好东西，这料子切开至少翻10倍，必须买。各位来宾，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拍品——帝王之窗，重达28公斤的高冰种翡翠原石，起拍价3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现在竞拍开始，350万。穷鬼也想翻身啊？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价。400万。杨晨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跟我们孙老板比钱多，你配吗？孙大勇，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吧？450万，这是我们全部流动资金了。大洋，你疯了？那可是我们全部的。哈哈哈哈！掏出全部身家，
那我偏让你拿不到500万。大洋，不能跟了，我真的没钱了。行，孙老板财大气粗，我认输。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这块帝王之王归我了，500万一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恭喜孙老板！恭喜孙老板喜提价值500万的砖头。大洋，别灰心，咱们去看看别的料子吧，那边还有几块表现不错的。师娘，别急，好戏才刚开始。给我直接从中间切，让你看看什么叫一刀付。亲爱的，切出来肯定是满绿，气死那个穷屌丝！那块标王肯定是垮了，我得趁乱找点真货。这块石头的表现有点意思。天颜扫。正阳绿，不对，这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怎么可能？全是白肉，绿呢？500万全没了。老板，这块黑石头怎么卖？那是电石池，你要的话2000拿走。2000，行。捡我不稀罕的垃圾，杨晨，你也就配玩这种2000块的废料。孙老板，刚才500万听个相，好听吗？你别急，万一我这块2000的废料比你那500万的强呢？放屁！要是这块破煤球能出绿，老子当场把尸皮吃了。杨晨，你少在这恶心人，拿着你的垃圾滚！师傅，帮我切这块。这种黑乌纱一看就是废料，切坏了锯片你赔。不用切，帮我擦个窗，就在这儿磨掉一层皮。大洋，看着吧，师娘。绿了，出绿了！这水头，这颜色，天哪，是玻璃种！不仅是玻璃种，这色泽帝王绿，真正的帝王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真的涨了！孙老板，这块料子现在怎么也值个1000万吧？小兄弟，别切了，1200万我收了。1500万卖给我！大洋，你……孙老板，记得你刚才说要吃石皮吗？地上多的是，趁热吃。杨晨，你阴我！那块标王也是你故意的！你自己眼瞎，怪谁？师娘，这块石头咱们不卖，带回去做镇店之宝。假的，这是假的！孙老板，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想明抢？你个穷鬼哪来的运气？肯定是你刚才趁乱换了石头。这块翡翠是我的，是你偷了我的石头。对，肯定是他偷换的。保安呢？抓小偷啊！这也太不要脸了！大家看着切出来的，输不起啊！这是。老子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大家小心！住手！耶！你们干什么？打人了！在我的场子里动粗，孙老板好大的威风！
臭娘们儿，你谁呀？敢管老子的闲事？信不信我让你在玉石界混不下去？让我混不下去？闭嘴！这是苏家的苏小姐，这次的凤凰珠宝就是苏家的产业啊！苏家，那个掌控全国3成珠宝市场的巨无霸，完了！破坏展会秩序，损坏贵重财物，把他丢出去，列入苏氏集团黑名单，永不合作。苏小姐，误会，都是误会啊！我是被这小子气昏了头。苏小姐，我不认识他，我是被胁迫的。你个贱人！是你？是啊，我们又见面了。这位苏小姐，你认识我家大洋？这是我师娘徐嫣然，我就在师娘的玉石店上班。徐老板不用紧张，我只是想和这位杨先生聊聊。聊什么？这里人多眼杂，二位若是不嫌弃，去我办公室喝杯茶。好。江边的事，谢谢你救了我们姐弟。当时走得急，没来得及道谢。顺手的事儿，苏小姐不用放在心上。今天请你来，除了道谢，还有生意想谈。生意？苏小姐家大业大，看得上我们翠玉园这种小店？我看上的不是店，是人。杨先生救我时钓的，我想一个能在大桥下毫不犹豫跳水救人，又能在赌石场上把老赖耍得团团转的人，运气和胆识都不会差。苏小姐过奖了，运气好而已。是不是运气，试过才知道。苏家最近在外地收了一批新宫口的毛料，量很大，但表现很怪，家族里的几位老师傅都拿不准，连苏家的专家都拿不准。我想请杨先生帮我长长眼。这不合规矩吧？苏家那么多专家，家族内部争斗，我需要一个局外人，一个眼光毒辣且我相信的人。切出来的货，我不论价值，分你3成。3成？如果那批料子真有问题，我有天眼，那就是降维打击。成交。什么时候看货？现在，货就在后仓库。哟，晚秋侄女，这就是你请来的高人？二叔，人不可貌相。我看是病急乱投医，这批货你已经砸手里了，想着怎么向董事会交代吧。苏小姐，就是这批货吗？对，一共1200块，都是黑乌纱皮革。天眼开。这几百块全是废料。苏晚秋，听见没有？无论你找什么人，废料还能看活了不成？废料，废料，还是废料。这批货被人做局了。这是红翡？不对，是极品血美人。苏小姐，如果我看错了，那3成报酬怎么算？看错了还想要报酬？看错了就滚出苏家，还得赔我们的误工费。二叔，如果我看对了呢？哼，你要是能从这堆垃圾里挑出1000万级别的货，我当场给你磕3个响头。那就他了。晚秋，待会儿这小子输了，你记得让他赔咱们机器磨损费。这种垃圾石头，切他都嫌脏了刀。大洋，真能行吗？师娘，把心放肚子里。冲水了！红翡有什么稀奇的？
顶多几千块。不对，通体血红，无杂质，透光度极高，这是传说中的血美人，玻璃种血美人。什么？怎么可能？这种垃圾堆里，极品血美人这块料子做成手镯和戒头，市场价至少5000万。苏二叔，5000万的货，算不算千万级？3个响头，请吧。小子，别太嚣张，我是苏家人。苏家人就可以说话不算话？二叔，愿赌服输。算了，收你这大礼，我怕折寿。苏小姐，料子解出来了，30%收益折现给我。这是2000万，多出来的算我给杨先生的谢礼。爽快。师娘，赚钱了，我们回家。妈的，小兔崽子，敢羞辱我！二叔，刚才如果不是他松口，你今天这头磕定。那也是他运气好。二爷，大小姐，不对劲。说，刚才那位杨先生虽然只选了1块，但他刚才随手翻看过的这几块石头，我刚才复盘了一下，这几块虽然表现差，但皮壳上有极细的松花毛带，如果是老坑种，里面恐怕也是高货。你是说他不是运气好，是真的一眼一个准？那1000多块废料里，他只用了5分钟，就挑出了这一块标王。这种眼力，整个江城找不出第二个。那这小子就是个活财神啊！二叔刚才不是让他滚出苏家吗？那是气话，这种人才必须握在苏家手里。晚秋，你赶紧去追，不管用什么代价，一定要让他当咱们的首席顾问。二叔，我自有分寸。大杨，你掐师娘一下。师娘，怎么了？2000万啊！咱们翠玉一10年流水都没这么多。你小子是不是被神仙附体了？可能是我师傅在天之灵保佑吧。要是老张孩子看到你有这出息，肯定高兴坏了。师娘，有了这笔钱，咱们就能把店做大，还能查师傅的死因。钱先存着，查那个太危险。吴天那些人咱们惹不起。惹不起，我有天眼，早晚把这帮人连根拔起。师娘，前面路口停一下，我去买点好吃的，今晚庆祝一下。我的店！哎呦，徐老板，回来的挺早啊！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我要报警了！报警？这一片归我们刀哥管，报警有用吗？许嫣然，张建国死前欠了天哥500万赌债，利滚利现在是1000万，还钱的日子就是今天。胡说，老张从来不赌钱，没字没据，你们这是明着要抢。抢又怎么样？你的老张还能出来帮你吗？没钱也行，这铺子抵给我们，再加上你这个人去天哥的厂子里陪几个月酒，这账也就平了。做梦！就算死也不会去那种地方。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兄弟们，把这娘们带走！把脏手拿开！哟，这不那便宜徒弟吗？还没跑路呢。我也给你们2个选择：一，赔偿店内损失，滚出去；二，横着出去。哈哈哈哈哈哈！小子，你脑子坏了？废了他，把他嘴打烂。
练家子，废物，一起上！大洋，小心！大洋，这天眼的续航还是不长久，不过不碍事，收拾这两个混蛋，绰绰有余。松手！说，刚才你用哪只手碰我师娘的？啊！爷，饶命！我再也不敢了！饶命啊，爷！大洋。这是我师父的打火机，这东西为什么在你身上？捡的。捡的？这打火机师傅从不离身，你说不说？不说，我就让你这只眼变成瞎子。别！我说，是那天在车祸现场。车祸现场？你当时在场？是天哥。那天张建国没死透，从车里爬出来了，满脸是血。天哥看到了，让我去补了一下。处理尸体的时候，我看这打火机挺值钱的，就顺手拿的。你们杀了师傅！是天哥的命令，我只是个动手的，冤有头债有主，你别找我呀，我就是个小喽啰。天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敢不听啊！滚回去告诉吴天，洗干净脖子等着。你等着，天哥不会放过你的！大洋，你手怎么样？皮外伤，没事儿。没事，都肿成这样了，为了我，值得吗？你是师娘，也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谁敢动你，我就废了谁。傻小子，店里乱成这样，没法待了，先关门，跟我回家。好，我把卷帘门拉上。坐下，衣服脱了。啊，师娘，我不碍事的。刚才那个混混用钢管砸你肩膀了，别以为我没看见。快点儿！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壮实了？忍着点疼。弄疼你了？没，师娘手艺好。这样好点吗？我去，这也太考验人了。好多了。大洋，今天你在展会赚了2000万，
又打跑了流氓。师娘突然觉得都有点不认识你。我有钱没钱，都是师娘的徒弟，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油嘴滑舌。老张走得早，这些年我也没个依靠，家里家外都是一个人撑着。今天你挡在我面前那一刻，师娘真的很安心。师娘，以后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我说到做到。那你会一直陪着师娘吗？会。即便我比你大，即便我是个寡妇，师娘，你很美，比那些小姑娘有韵味多了，这是实话。臭小子，连师娘都敢调戏。小心！大洋，师娘，这可是你招惹我的。轻点儿。靠！电话，接电话。喂，杨晨，没打扰你休息吧？那批毛料我运回去了，我父亲很欣赏你，想见你一面，明天有时间吗？以后再说吧。那个，我去洗澡。苏晚秋，你这电话打的真是时候。不过也好，师父的仇还没报，现在确实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又是苏晚秋。哪位？杨晨，我的狗你也敢打，胆子不小。吴天，听说你想找我，正好我也想找你聊聊你师傅的事情。想要真相，来帝豪娱乐城顶层的鉴宝大会，记住，一个人来。师娘，等我回来。哟，杨大师来了，挺准时啊。这就是张建国的徒弟，看着还没断奶呢。听说在那破店里切了3年石头，一个打工仔。吴天呢？让他滚出来。天哥是你想见就见的啊。今天这局叫斗宝，天哥说了，你想见他，得先过了这一关。这3件都是宝贝，价值各有不同，你一一讲清楚，天哥自然会见你。若是说错一件，就留下一根手指头。天眼开，全是赝品，让他们说成是宝贝，还谈什么价值高？吴天这局摆明了不想让人活着出去。这3件东西分文物，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太放肆了！这尊玉佛乃是明代宫廷旧藏，和田羊脂白玉。戏演的真好啊！明代宫廷，我看是上周小作坊刚出炉的吧。姓杨的，光靠嘴硬可保不住你的手指头。你说他是垃圾，证据呢？要证据，简单。你干什么？你敢！天哪，几百万的宝贝砸了！各位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真正的和田玉，断口参差如毛发，这种断口平整，还有气泡的，不是玻璃加胶水是什么？怎么可能？这小子居然真的懂行！算你蒙对了一个。那字画呢？这幅所谓的唐宝虎真迹，
画工确实不错，可惜纸张太新了。你想干嘛？你这……唐伯虎用的是灰墨，遇水不化，你这墨太劣质。这吴老板的厂子里怎么全是假货？刚才那老头还忽悠我200万买这画呢。还要继续演吗？杨晨，你别太得意，这个青花碗可是经过碳14检测的。碳14检测的是瓷片，不是胶水。底足是老的，碗身是新的，典型的接底货。赵经理，还不叫你们吴老板出来吗？好小子，有点门道。鉴宝这一关你过了，但这3件东西不管真假，那是天哥的心爱之物，你砸了就得命留下。图穷匕现了，你说你们早这样多痛快。天眼开。天眼的续航越来越紧。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这可是吴家的地盘。那不好意思，我今天要拆的就是吴家。别，杨爷，饶命！吴天在哪？在楼上，天哥在2楼监控室。还有谁？既然没人，那就滚开。找死！砍死他！给这吴天卖命的小弟是真多，他们是想把我累死吗？一群废物！吴天，还要缩着？吴天，终于肯露头了。我是天哥座下的第1保镖。我找吴天，谁问你了？有点本事，难怪敢来砸我的场子。呵呵，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你替张建国出头，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这潭水深得很。你们这些反派都这么爱装叉的吗？开枪试试。你
现在能好好说话吗？不再装 X 了。能，杨爷，您问什么我都说。我师父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车祸，意外啊！对，就是意外。张建国自己开车不小心。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肯说实话？刀疤说是你让他去补刀的，还要我说第二遍？我全说。不是我要杀他，是别人指使我的。我就是个跑腿的，我不敢不听啊。谁？我不能说，说了我会死的，他真的会杀了我的。你不说，现在就得死。选吧。是省城的秦爷。秦啸天，省城古玩协会的会长，他在整个古玩圈说一不二，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他为什么要杀我师父？为了那半本天宫要术，秦爷手上有下半部，那上半部在张建国手里。只要拿到完整的那本书，就能找到传说中的龙脉玉碎，那是整个珠宝界梦寐以求的至宝。秦爷想尽了办法，软的硬的都试过了，甚至做局毁了张建国的名声，到处散播谣言说他是天烟，让他抬不起头做人。可不管怎么样，张建国就是死活不肯交出来，秦爷一怒之下才让我做了那件事。好一个秦爷，古玩界协会的会长，堂堂省城的大人物，居然是这等做派，为了几块破石头就可以杀人灭口，毁人清白。师父从来没提过什么天宫要术、半本书、龙脉玉髓，看来这背后的水比我想象的深得多。师娘，事情问出来了。大洋，你去哪儿了？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不见了，电话也不接，真是急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没事，师娘，就是问了那吴天一些问题。师娘，你知道天宫要术吗？大洋，没受伤吧？快让我看看，电话里你突然问天宫要术到底怎么回事？你去找吴天了？你一个人去的？师父的死不是意外，是吴天背后的人干的。那个人叫秦啸天，他为了逼师父交出半本天宫要记，指使吴天下手。天宫要术。师娘，你听说过这书？老张喝醉的时候提过一嘴，说是他们张家祖传的鉴定秘籍，代代单传。但那书早就残缺不全了，就剩半本破册子，发黄发脆。我一直以为他在吹牛，男人喝了酒嘛，什么话说不出来。没想到真的有这本书，还因此送了命。为了半本破书就要人性命，这笔账我早晚去省城找他算清楚。大洋，你别冲动，你听师娘说，那个秦啸天表面身份是古玩协会会长，实际上还掌控着秦氏集团，黑白通吃，手眼通天。他在省城很少露面，向来都是他邀请别人，普通人根本没机会见他。你这样贸然找过去，连人家的门都摸不着。
师娘说的对，现在还是实力太弱了，别说报仇，连人家的面都见不着。看来我得先在古玩界打出名气，名气大了，他自然会注意到我，到那时候才能引蛇出洞，会一会这个秦小天。师娘，杀师之仇不共戴天，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步来。喂，妈。大臣啊，你快来救救你爸爸，出大事了！大臣，你爸看网上的消息，把家里的10万块全拿去买了个破香炉，一鉴定是假的，现在人家不退，你爸要死要活的。妈，你别急，我爸他在哪儿？我和你爸在古玩一条街的珠宝寨门口。我马上到。大洋，出什么事了？我爸被人做局坑了，师娘，我得去一趟古玩街。大洋，小心点儿，不要冲动。退钱，那是给我儿子攒的老婆本儿，你们做局骗我！哎，干嘛？古玩界讲究买定离手，自己打了眼怪谁？各位街坊评评理，这大明宣德炉是请了王大师亲自掌过眼的，这老头根本就不懂古董，还说它是假的。不错，这香炉包浆浑厚，底款周正，10万块卖给他很值啊！金老板仁义，王大师火眼金睛。这老头想碰瓷儿眼，买不起就别玩古董，丢人现眼。大臣，爸糊涂啊，10万块全没了。爸，有我在，妈放心。此等奸商弄虚作假，设局坑骗普通百姓，敛不义之财，今日必当惩恶皮正。天眼尽揭，神光破坏，催眠控魂，万法由心。催眠控魂，天眼竟然升级了，好，刚好拿你们俩试试刀。王大师是吧？告诉大家，金大牙的香炉到底值多少钱？这是他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的，进价50块，做旧花了200。啥？50块？那个金大牙刚才可是喊着要2800块啊！王大师，你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闭嘴！哼，你是他雇的，1天50块包盒饭，少在这装路人。我们就是专骗这些想捡漏的老东西，坑死一个赚一笔，1年能坑几十万。你们在这儿骗老百姓多久了？已经2年了。行。混蛋！你跟他们胡说八道了什么？你一个天桥下面卖自行车的，你回我，我打死你！砸了这家黑多，骗子，大骗子！报警，把他们抓起来，让警察来查，让警察来！退钱，把我的钱也退了。我上周买的那对花瓶，肯定也是假的。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香炉进价50，我爸那10万块，你是自己拿出来，还是我帮你拿？拿个屁！老子凭本事骗的钱，凭什么退？我不给是吧？退钱，把我们所有人的钱都退了！不退钱，今天别想走！我退。大臣，钱到账了，
10万一分不少。我们走。大臣，刚才那是……爸妈，你们别瞎想，那是因为我最近帮了苏氏集团大小姐一个大忙，他们是怕了苏家的势力，才吓得自己全招了。原来是这样，我和你妈种一辈子地了，什么都不懂，你在外面出息了。爸，那10万我给你转回卡里了，额外打了一笔，这钱你们留着自己养老，以后千万别再碰这些古董了。大臣长大了，能顶门立户了。你在外面做生意一定要当心，不管赚多少，平平安安最重要。我知道的，爸，你们赶紧打车回去休息。这事情了了，秦啸天，你们欠我师傅的，我会一点一点收回来。大洋，师娘，家里的事儿都解决了吧？都解决了，我爸没事了。师娘，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我担心你冲动，怕出什么事情，就顺便过来看看。师娘居然这么关心我。自从师父走后，好久没有人这么惦记过我了。对了，跟你说个正事儿，明天师娘要去一趟云南。云南？一个合作过几次的玉石界朋友联系我说，那边新到了一批表现不错的翡翠原石，价格也合适，让我过去看看。对方是南滇过来的玉石商人，这种场合难免要应酬一下，可能会喝点酒。你到时候陪我一起去一趟吧。正好，师父的仇要报，秦啸天那条线暂时够不着，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在外面打出自己的名声。名声起来了，不怕那条老狐狸不现身。没问题，师娘您放心，师父不在了，以后有我呢，我保护你。没那么危险，就是路上有个伴儿。你现在眼力也不错，帮我看看货什么的。明白，徒弟我就是师娘您的专属拎包小弟兼保镖，负责给您拎包、买水、赏宝、挡酒，一条龙服务，包您满意。就你贫嘴。上车，明早的飞机。师娘，您好漂亮啊！少贫嘴。哎呦，我的燕天大美女！来，我给你介绍，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南滇帕敢矿区的大老板云文东，云总。徐老板久仰大名，百闻不如一见，真漂亮啊！云老板好，我是徐老板的助理，叫我大洋就行。你懂不懂规矩？哎呀，都是自家兄弟，别伤了和气。嫣然，快坐，快坐。徐老板，咱们初次见面，这杯酒你必须得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云某人。对对对，嫣然，云总可是带着大生意来的，这杯必须喝。云总，我酒量请。云老板，我师娘这几天身体不适，这杯酒我替她敬你，先干为敬。我跟徐老板喝酒，你喝了算什么意思？嫣然，你这伙计怎么回事？太不懂规矩了！老板说话哪有他插嘴的份儿？丽姐，云总，咱们还是先谈谈毛料的事吧。行，徐老板快人快语，刘丽应该跟你说过了，我手里有一批刚从帕敢老洞口出来的新料，表现极好，全是黑乌纱。这批货量有多大？什么价？50多1公斤，我只收你1000块。1000块？云总，帕坎老空的黑乌纱市场价起码5000到1万1公斤，您这只卖1000，是不是有什么瑕疵？没有瑕疵，只是我在那边出了点事儿，急需现金周转。这批货现在就在翠云郊区的仓库里，你只要点个头，明天就可以拉走。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就算急用钱，也不至于这样贱卖，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天野，
开。不对劲，那批货绝对有问题，船票都买好了。这些人是打算出手后拿了钱就跑路啊！师娘要是接了这批货，怕是人财两空。徐老板，这么大的便宜给了你，你总得有所表示吧？喝杯酒，合同立马签。云总，你干什么？把你的脏手拿开！小兔崽子，你敢拿酒瓶指着我？我在翠云这么多年，还没人敢这么跟我云文东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云总，请你自重。大洋，我们走，这生意不谈了。做生意嘛，要讲究诚信。既然谈好了，反悔，那就得拿点别的。你什么意思？你老公没了那么久了，一个寡妇装什么贞洁烈女？不如跟了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比开那个破店强100倍。臭嘴！我要他死！敬酒不吃吃罚酒。黑狼、阿强，给我废了这小子，把门锁死。今晚老子就在这儿办了这娘们儿，看谁敢拦！大家小心！破妄摄魂！黑狼，你他妈愣着干什么？揍他呀！给我往死里揍！对，揍他。是。哎呦！哎呦！哎呦！黑狼，你疯了！我让你揍他，我是你老板，你的工资是谁发的？大洋，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这也太……师娘，可能是老天爷也看不惯他们这副恶心嘴脸吧。恶人自有恶人磨，咱们看戏就好。师娘，这顿饭太脏了，我们走。好。刚才在包间里没感觉，一放松下来才发现好像崴到了。这高跟鞋真不是人穿的。师娘，我看看。大洋别碰，走了一路脏。这有什么脏的？都红肿成这样了。忍着点，我帮你把淤血揉开，不然明天路都走不了。轻点儿。大洋，今天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师娘今晚恐怕就回不来了。那个云文东简直就是个畜生。师娘，我说过，只要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你这傻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担当了？师娘这些年一个人硬撑着这家破店，真的很累。大洋，你……师娘，怎么了？杨晨，你会一直保护我吗？大洋，不行，师傅的仇还没报，
我在干什么？大洋，怎么了？没什么。师娘，早点休息，明早展销会，我来叫你去看料子。涨了，大涨，出高色了！我的天，红、绿、紫，三色齐聚。水头到了冰种，这可是罕见的冰种福禄寿啊！我干了20年，头一回见。福禄寿。各位老板，这块冰种福禄寿明料底价3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0万，现在开始竞价。大洋，你看这料子完美无裂，颜色分布均匀，起码能掏出2副3色手镯，剩下的边角料做成牌子也价值连城。咱们翠玉园能不能打响名士，就靠它。我出400万。这位美女老板阔气啊，直接加1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位美女出4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我出500万。苏晚秋，她怎么也来翠云了？还真是冤家路窄。这块福禄寿，我们苏氏集团旗下珠宝行要了。之前在大桥上见过一面，怎么他也来了？苏氏集团，那可是大财阀，跟他们抢料子，怕是讨不到便宜。就算是大公司，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出550万。600万。这2个女人撞在一起，火药味也太浓了，这哪是竞价呀？这分明是在较劲。650万，700万。大洋，这料子700万还有没有利润？师娘，这块料子颜色吃得深，只要手镯位不偏，720万拿下也能赚，再高就不划算了。720万，既然这位老板娘这么喜欢，那我就成人之美了。720万成交，恭喜这位美女老板。按照杨晨所说，720万拿下的料子，拿下也有利润，这趟翠云没白来。杨晨，你怎么在这儿？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你说没空，原来是陪家人来翠云发财了。啊，对。既然是杨晨的师娘，这块福禄寿让给您，我也心甘情愿了。苏小姐客气了，买卖讲究公平竞争，苏氏集团的让步，我们翠玉院心领了。行了，这趟翠云没白来，咱们订明早的机票回江城。师娘，你先带着料子回去吧，把货卖出去要紧。怎么，你不跟我一起走？我想在翠云再留几天，这里是最大的玉石市场，我打算换个身份，在这边打出名气，回去以后一定能引秦啸天现身。师父不在了，你确实长大了。好，师娘答应你，但你千万要小心，遇到事儿别硬扛。放心吧，师娘，等我带些大宝贝回去见你。想要引出秦啸天，还得搞到绝世珍宝，不然连他的面都见不着。但我不能暴露天眼的秘密，万一传出去，整个古玩圈都得炸锅，到时候麻烦就大了。从现在起，就算师娘站在这儿，也认不出我。天眼开。
怎么绝大多数都是砖头料，切开也是赔钱的货，偶尔有几块小冰种，种水一般，颜色也不正，这也太差了吧！这战销会的好东西都藏哪儿去了？高冰种，皇家紫，颜色浓郁纯正，种水通透到底，能掏出3只手镯，剩下的料子做挂件也价值不菲。这块料子保守估计价值超3000万。老板娘，这块怎么卖？大叔，一口价200万。我买回去也是切着玩，80万算了，行就行，不行拉倒。哎，等一下，就按你说的，80万卖你了。大哥真是痛快人，这石头我这就帮您搬去捡石区，我让伙计推车过来。花80万就买这么个料子，这黑乌沙皮壳松垮，沙粒不匀，一看就是新厂料，谁买谁亏。哎呦，任少、皮大师，什么风把您二位吹来了？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我买我的石头，碍着你们什么事了？我俩的意思是，你这料子实在太差了，切了也是白扔钱，不如我们帮你选一颗，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好料子。我江湖人称玉老鬼，阅识无数，在这行摸爬滚打几10年，难道还需你们来指点？玉老鬼这名字你听说过吗？没听过，一个外行罢了，倒是嘴硬得很。既然你笃定这块石头能出好料，那老夫便跟你赌一场。赌什么？简单，咱们当场解石比高低，谁解出来的料子价值更高，谁就算赢。若是你输了，不必多言，当场拿出10块单价不高于100万的毛料送给我们。若是老夫输了，我照规矩赔你。既然二位执意要赌，那我便陪你们玩玩。没问题，各位都快来看热闹了！任少携手皮大师，当场和玉老鬼老板对赌1000万毛料赌局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从中间一分为2。出绿了，不对不对，颜色偏暗啊。糯冰种，暗红翡，底子还行，就是色不够阳，偏灰偏暗。这料子估价顶多100万出头，保本吧。这皮大师这次没发挥好啊！100万的本钱切出100万，对大师来说就等于赌垮了，名声要紧啊！哼，赌石本就有风险，老夫保本已是不易，总比有些人切出砖头料强。该你了。我自己来。哈哈哈哈，什么都没有，连个水沫子都不如，白花花一片。你这80万算是扔水里了，你输定了。不急，不切点废料制造假象，怎么能突出最后的效果？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紫，好正的紫，这水头，这纯净度，天哪，是高冰种皇家紫！我解石30年，头一回见到这么正的紫。我的老天爷，这可是能和帝王绿媲美的绝世极品啊！80万买的，
这不是捡漏，这是抢银行啊！高冰皇家子，这怎么可能？莫西沙、黑乌沙切出皇家子的概率万中无一呀！大兄弟，这块皇家子我出3500万，现金交易，现在就能转账。我出4000万，你别跟我抢！这料子我找了好几年了。 4500万，凤凰珠宝要了。哎呦，是熟人啊！苏晚秋，凤凰珠宝的掌门人，这女人眼光真毒，哪有好东西她都能闻到味儿。我的天啊，4500万，这比之前那块福禄寿还高出几倍。成交。这位先生，这是4500万的支票。我不要现金，也不要转账。苏总，让你的助理跟着我，这笔钱我要全部兑换成这个展销会里的毛料。全部买毛料，4500万，一块石头都不留。好，先生好魄力。小刘，你负责代付，全程跟着这位先生。天眼全开。这块、那块还有那一堆，对，就是那堆，全部要了。110块，全部兵种起步，尤其是那块不起眼的石头，皮壳又粗又丑，放在角落里没人多看一眼，但里面居然藏着玻璃种蓝水，通透的像一汪清泉，蓝的纯粹。这一块单独拿出来就值回1半票价了，赚翻了。一共4620万，小刘帮我付4500万，找最可靠的物流，把这些石头全部寄回江城天海别墅的地下室，不能出任何差错。好的，先生，您放心，我会亲自盯着发货，保证万无一失。老板娘，刚才的赌约我赢了，任少人呢？愿赌服输，该兑现了吧？任少刚才趁乱带着那位皮大师偷偷溜走了，我也没注意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堂堂大师输了居然跑路赖账，就这德行也好意思自称大师？刚才一直没仔细看这个人，这身形，这走路的姿态，怎么隐约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杨先生，你认错人了，我姓玉，不姓杨。抱歉，是我唐突了。玉先生眼力惊人，今晚有几个南滇商人带了批没开窗的饲料，不知先生能否赏脸？我愿出100万酬劳，请您去帮忙长长眼。深夜看料子，没开窗的饲料，这水太深了，不知道对方什么来路，风险太高。今天已经够出风头了，我还是见好就收吧，别惹不必要的麻烦。岁数大了，熬不了夜。苏总另请高明吧。玉先生，200万。什么？只要您今晚跟我走一趟，不管成不成，200万的咨询费立马打入您的账户，现金、转账、支票随您方便。200万，苏总好大的手笔。刚才那4000多万全换成了毛料，钱包已经鉴定了，正愁手头没现金呢。这送上门的买卖，不要白不要。反正我现在这副尊貌，亲妈来了都认不出来。有天眼在，什么事都看不透，不去白不去。苏总真是痛快人，不过先说好，老夫真是假是好是坏，其他的一概不问，一概不管。当然，玉老肯赏脸，已经是给足了我面子。您请上车。苏总，大驾光临！我这批料子包你满意，都是老空口的好货，别人我可不拿出来。云文东、黑狼，这俩畜生怎么在这儿？昨晚被自己的保镖打得还不够，今天又跑出来祸害人了。苏总，
那两人不干净，昨晚我在别处见过他们，不是真的，小心这局有诈。这批料子恐怕来路不正。于老放心，做这种生意的有几个底子干净的？只要这批毛料货真价实，价格合适，其他的与我们无关。胸大无脑，既然你不听劝，一会儿吃了亏可别怪我，到时候可别指望我这把老骨头给你挡刀。苏总，全都是正宗莫西沙老坑料，您看看这皮壳，这翻砂，这压，这重量，市场上根本找不到这么尖的货，也就是您苏总来了，我才舍得拿出来。程师傅，有劳了。苏总，脱砂均匀，翻砂紧实，大灯见水色，皮壳密度和手感全都没问题。这是真正的极品莫西沙老坑料，要是全拿下，这批货切出来，起码能出10几个亿的料子。好。真有这种好事？天上掉馅饼？我怎么这么不信？天眼开！全是危地瓦拉翡翠，外面这层皮壳是用真墨西哥的皮壳碎片混着树脂和沙粒强行粘上去的，好狠的手段，连松花都是人工嵌进去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伙人上次坑师娘没坑成，今天在这儿又遇见了。云文东那动作腰间别着东西呢，要是现在和他们动手，这伙人恐怕会认出我来，不能硬来，得智取。好料子，哈哈！老夫看了大半辈子石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头一次见这么极品的莫西沙。苏总，您这回可是捡到大漏了！哈哈哈哈！老先生好眼力，我就说嘛，识货的人还是有的。程老，大灯看3寸深的位置，树脂胶水线，里面全是微料，这是个套壳造假的死局，别声张。真的有微小的胶水缝隙。天哪！我刚才还信誓旦旦说这是极品莫西沙，要是苏总真把3个亿打过去，我程某人就成了苏氏集团的千古罪人，一辈子的名声全毁了。苏总，料子是高科技造假，皮壳是真皮壳粘上去的，里面全是微料，马上撤，1分钟都别多待。哦，程师傅是说这批料子吃下来能赚3倍？吴老板，这批货确实很不错，说实话，我看了都心动。那苏总，咱们现在就签合同，这批货一口价3个亿。我跟你说，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可是3个亿不是小数目，我虽然是总裁，但超过5000万的资金调动必须经过董事会开会审批，这是规矩，我也不能破。苏总，您的意思是不买了？大老远把我们叫来看了半天，说句不买了就走。明早10点，等董事会审批下来，我带财务和法务，咱们去酒店签合同付。1天的时间都等不了吗？那苏总总得留点定金吧？5000万，就当是诚意金，签了合同直接抵扣货款。1分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吴老板要是信不过，这生意就不做了。我们走。别动，他可能是看出什么了，背后或许有高人指点。那个老头不简单，我们先别轻举妄动，惹急了他们报了警，咱们全得进去。玉先生，您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200万请您来，您居然对着一堆假货说是极品，差点让我凤凰珠宝赔进去3个亿。苏总，火气别这么大。苏总，您误会玉先生了，您听我说。程师傅，什么意思？
那批料子造假水平登峰造极，皮壳是真皮壳粘上去的，胶水线藏得极深。老头子我确实打眼了，是玉先生率先看破了玄机，暗中提点我，让我转达给您的呀。什么？是你识破的？那你刚才……苏总，那帮人来者不善啊！我要是当场点破，咱们不得被丢进江里喂鱼？原来如此，玉先生真是机智过人。玉先生，多谢您，刚才是我错怪您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苏总，既然事情办妥了，前面的路口把我放下就行。玉先生，这大半夜的，您一个人不安全，还是我送您回酒店吧。就不麻烦了，老头子我还有私事要办。这手根本不是这个年龄，而且他刚才摘眼镜的时候那双眼睛黑白分明，也绝不是老年人的眼睛。等一下，苏总还有什么指教？玉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苏总认错人了。你干什么？我就知道是你，杨晨。苏大小姐，你这手也太狠了，差点把我的真皮都扯下来。谁让你骗我的？能在展销会上切出极品皇家紫的人，绝对不简单。果然是你。这不是为了低调吗？太高调了，容易被盯上。低调？你做的事情可不低调。你为什么急着要这么多顶级翡翠？4500万全部换成毛料，这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为了报仇。报仇？那个我肚子疼，肚子突然好疼，我先去方便一下，你们聊。省城秦啸天，古玩协会会长，为了半本古书害死我师傅，他黑白通吃，我必须在短时间内积累足够的资本和名气，拿到古玩圈最顶级的敲门办，才能引他出来。杨晨，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婉秋，你帮我们苏家挽回过千万损失，今天又救了我一命，免了3个亿的骗局。从现在起，你的事就是我苏婉秋的事。我不想把你们卷进来，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等回了江城，那100多块毛料的解释、雕刻、包装，苏氏集团全包了。我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你捧成古玩界最耀眼的新星，帮你报仇。婉秋，谢谢你。跟我还客气什么？不过这200万的酬劳嘛，我就用人情抵了。看什么看？这是我给你的奖励。小刘，开车。喂？什么师娘？最多3天，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把这家店给我彻底关停搬走，1天都不能多。看见没有？我手里这张举报核查单可不是摆设，上面盖着公章的。我说关你就关，你没商量。孙老板，我们翠玉园合法经营，证照齐全，每一笔账都经得起查，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们。合不合法我说了不算，你要是不服，照上面说理去。不过嘛，想要息事宁人，那就给我拿一笔钱，不多，意思意思就行。孙老板，火气别这么大嘛，不就是没钱了吗？没关系，赌石能发家致富，何不来我们店里玩2把试试手气？万一翻本了呢？呸！赌石，赌石，老子这辈子都不会再碰那玩意儿了。你小子少在这忽悠我！上次就是你害我亏了500万。天眼开，破妄摄魂。赌石可以致富，对，赌石能暴富，能翻身，能把亏的都赚回来。对，赌石，老子就不信运气天天都那么背。赌，我要赌石。孙老板，你疯了！你忘了上次亏了那么多还赌，这玩意儿沾不得，你清醒一点！滚开！上次是上次，老子能哪天运气都这么差吗？风水轮流转，今天该老子发财了，我必须赌，一定能赌涨，把损失全都弥补回来，全都补回来！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石头都给老子拿出来，快点儿！
孙老板，赌石当然有机会，不过你刚不是说没钱了吗？我们店里的石头可不便宜，随便一块都是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你打算怎么付款啊？别到时候赌涨了没钱付，或者赌垮了赖账跑路。我们这小本生意可经不起折腾。钱，老子有这个！看见没？天海市8间商铺的产权证够不够资格赌？随便一套都值700-800万，够不够抵押？我去，8本不动产权利证师，这狗东西真有钱啊！上次亏了500万，竟然都没让他伤筋动骨，这得是多厚的家底？师娘，你看看这够不够？够，当然够了。孙老板这身家，整个天海市都数得上号。孙老板，今天绝对让您尽兴，我们店里最好的料子，随便您挑。孙老板，好眼光，要玩就玩大的。你看这块莫西沙的料子，疲劳紧实，开窗处已经见了绿。看这开窗的品质，万一里面全是这种成色，您想想，这一把就能连本带利全捞回来。500万算什么？一把全回来。老子就要赌这块！妈的，一刀付，一刀解决所有问题，老子受够了！孙老板，别听他的，这是个坑啊！上次就是这么被坑的，你忘了？孙老板，确定是这块了吗？这块标价1200万，给您打个折，就算1000万整。抵押，这2间铺子加起来值1500万，够了吧？快给我解释，现在就解，老子等不了了。好，孙老板爽快，开启。师傅当年从平州买回的这批开窗料，果然大多是坑人的玩意儿。除了窗口那薄薄一层冰种阳绿，往里不到3厘粉就迅速变种。这也算是在天之灵帮了我了。长，一定要长，老子能赢，一定能赢，这次肯定能赢，这次肯定能赢。垮了！不可能！再切！给我再切！废的，怎么都是废的？孙老板，看来您今天运气确实不太好，这铺子看来是归我师娘了。还赌吗？店里还有几块开窗料，要不要再试试？赌！孙老板，你别赌了，求求你了，再赌下去家都没了。滚开，老子不信邪！刚才那块是意外，剩下的肯定有货。切！给我把这2块也切了。孙老板，您确定？怕老子不给钱吗？老子有铺子切。孙老板，赌石就是这样，有涨有垮，可能多切几块石头，运气就转过来了。您看，这3块料子加起来正好3000万，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您用商铺抵押，是不是先把这字签了？对，签了字儿，好运就来了，下一块肯定大涨。还有2块，都给老子切了！今天不切出绿来，老子不走了！垮了，全都是干白地。那些积压的垃圾料全卖出去了，总价4900万。孙大勇这次算是被我坑大了，下次再找机会彻底收拾他。还有这些，全都给我切开！老子今天就要赌到底，不切出绿来，老子不姓孙！这天眼的控魂时间已经结束了，真是赌上头了，居然还要继续，这人已经疯了。孙老板，赌石讲究个运气和眼力，您今天这运气，我看还是歇歇吧，改天再来。不，我要切，必须切，谁都别拦我！好，孙老板豪气，您鸿福临天，绝对能开出玻璃种帝王绿，一把翻盘。孙老板，
所有毛料都已解完了，开窗料4900万，蒙头料500万，总计5400万。您之前一共抵押了7套商铺，还需要再补1套商铺给我们。我干了什么？喂，120吗？这里有人吐血晕倒了，地址是……谁是病人家属？情况危急，需要跟一个人去医院。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熟。到底是不是家属？病人情况很危急。我不是他家属，你们快把他拉走，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杨晨，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之前是一时冲动，被钱迷了心智，被孙大勇那个混蛋骗了。我们和好吧，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在一起，绝对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他居然把我关在门外。他以前那么爱我，我说什么他都听，怎么可能这么绝情？他怎么舍得？师娘，我快累死了，求抱抱。大洋，师娘好像在做梦一样。那些石头，那几块压了1年的开窗料，没人看没人问的，竟然全卖出去了，还是超高的价格。就算孙大勇醒了反悔，砍1半价格，师娘也会毫不犹豫答应的。这一单够崔玉军吃3年了。赌徒呗，赌徒一旦赌红了眼，脑袋就已经不正常了。别说7套铺子，就是把亲爹押上去，他都敢签字。孙大勇他其实是有家室的人，他老婆要是知道他一晚上输掉了7套铺子，估计得疯了，明天说不定就来砸店了。你这个坏徒弟真不乖，还不快松开！大洋，你怎么了？别吓师娘，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这种感觉，天眼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破了最后一道禁制，夜视功能开启了，能在黑暗中视物如白昼。师娘，我没事儿，就是刚才解释粉尘迷了眼，眼睛一酸，突然抽筋了。你这傻小子，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我了，以后不许这样了。晚秋，出什么事了？杨晨，你之前假扮的玉老鬼在南云弄出了他的动静，秦啸天坐不住了，今晚在省城私人会所设鉴宝大会，广发英雄帖，要招揽玉老鬼做秦家首席供奉。秦啸天上钩了，这是好事啊。可现在道上已经冒出了几个自称是玉老鬼的骗子，全都奔着省城去了，我怕到时候会出乱子。好，我知道了。大洋，你要去省城找秦啸天，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他是什么人？省城古玩协会会长，手眼通天，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师娘，师傅的仇不能再拖了，杀师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亲自拿下秦啸天，给师傅一个交代。
东西我都帮你凑齐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又是化学试剂，又是毛料的，你该不会是想自己造石头吧？我这双眼睛一直都在看石头的真假，看别人造假，看别人做局，但自己从来没造过假古董。我们要制作一块假石头去拍卖，到时候就告诉他那本天宫要术在石头里。你的意思是用假石头引他上钩？我会让秦啸天人财两失。你就不怕他看出来？秦啸天在古玩圈混了几十年，眼睛比谁都毒。只要是假无破绽，可人心贪欲却一定有破绽。我造的不是石头，是他的贪念。先顺着天然裂略切开，把内部掏空。这是我忒市找人做旧的残页，花了不少钱，对方说绝对看不出是新做的。把这个封进去。晚秋调配兼合剂。皮壳怎么会圆？切口痕迹是最难处理的。把切下来的碎石磨成粉，混进树脂胶里，涂上去之后，再用喷枪加热固化。天眼开。左边切口还有胶水痕迹，没处理好。晚秋，拿酸性溶液来。秦啸天，我倒要看看，到了那天，你究竟能不能看出来？我秦某人诚心招揽玉先生，没想到竟然来了4位，倒是热闹。秦爷，我是真的，翠云展销会那4000多万的毛料全是我扫的，您问问圈子里的人，谁不知道我老鬼的名号？哼，秦爷，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才是真正的玉老鬼，他就是个在天桥底下摆摊的，连莫西沙和克哈都分不清。秦爷，您别信他们，看看我带来的极品冰种翡翠，这成色，这水头，不是玉老鬼谁能切出来？哼，既然都说自己是玉老鬼，那就手底下见真章，把东西端上来。这件东西是我刚从底下弄上来的，谁能在不点灯不上手的情况下，隔着3米距离断出它的来历，谁就是真正的玉老鬼。断错的直接沉江。这不合规矩啊！神仙断玉也得给个手电筒打光吧？这什么都看不出，为难人吗？天眼开。不点灯，正好试试我的新能力。天眼夜视。这青铜鼎表面是商周的形制，但铜锈有强酸腐蚀的痕迹，纹路深浅不一，包浆也是人工做上去的，是一件极其高明的做旧赝品。可惜在我眼里无所遁形。秦爷，我闻到了土腥味儿，这是一件刚出土的唐三彩，对不对？一定是唐三彩。拖出去。秦爷，秦爷饶命啊！我真的是……秦爷，拿一件现代高科技合成的破烂青铜鼎来试探老夫，是不是太跌馅儿了？不仅是青铜鼎哦，详细说说。还是个做旧的赝品，表面酸咬做尾绣，饕餮纹深浅走刀不一，底部泛线也不对。秦爷，要是连这破铜烂铁都看不穿，我玉老鬼怎么在翠云掀得起风浪？秦爷，这青铜鼎是老朽亲手做的局，他就是真的玉老鬼。哈哈哈哈！好一个玉老鬼，果然名不虚传。于先生之前多有得罪，只要您肯入我秦家做首席供奉，替我长眼，条件您随便开，钱、房子、女人，您要什么我给什么。秦爷客气了，既然秦爷这么有诚意，那老夫就却之不恭了。秦啸天，你的催命符我亲自给你送来了，你欠我师傅的，很快就要连本带利的还了。哈哈哈哈哈！家玉老鬼！
玉先生，你眼力通神，可知这是什么？这就是那半本天宫要术，师傅用命护住的东西，原来就在这里。看纸张纹理和墨色是宋代的孤本，可惜只有半本，价值大打折扣。这种东西说值钱也值钱，说不值钱也就是个摆设。哈哈哈哈哈！玉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半本天宫要术记载着寻找龙脉玉髓的惊天大秘。龙脉玉髓那可是古往今来所有珠宝商梦寐以求的至宝，价值连城，不可估量。为了弄到它，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江城有个老顽固，姓张，死守着这书不放，软硬不吃，硬是被我让人活活折磨死了。原来如此，秦爷真是好手段。这种不识抬举的人，死了也是活该。可惜那老东西骨头太硬，到死都没说出另外半本的下落。我请先生来，就是想借先生的眼力，帮我找出上半本天宫要术。只要先生办成此事，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秦爷，既然你坦诚相待，老夫也不藏着掖着。这上半本书的下落，老夫还真知道一点眉目。你说什么？你知道上半本在哪儿？在哪里？快说！秦爷别急，3天后，江城地下黑市会有一场私人拍卖会。老夫得到可靠线报，上半本天宫要术就在那场拍卖会上。玉先生，这消息准吗？我们在江城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怎么从没听说最近有古籍上拍？您这消息是从哪条线来的？因为那半本书根本就不是以书的样子出现的，它被人藏在了一块玉石里。你们那些眼线只盯着书本字画，自然什么都看不到。鱼要钩了。藏在玉石里。没错，那是一块重达100斤的极品蒙头料，卖家用了失传已久的皮壳嵌宝手法，将古籍封死在原石内部，外表看不出丝毫破绽。要不是老夫在江城古玩圈混了几十年，有特殊渠道，这消息绝不可能外泄。好一个皮壳嵌宝！难怪我手下的人怎么找都找不到，原来是灯下黑。谁想得到书会藏在石头里？秦爷，消息我可是给您了。不过那场拍卖会门槛极高，来的都是全国各地有头有脸的藏家，想要拿下那块石头，还是多准备些资金比较好。钱不是问题。来人！秦爷，您吩咐。马上动用我手下全部资金，现金、理财、股票全部套现。不够了，就把城南那几个盘子抵押给银行。3天后，随我亲自去江城拍卖会，一块石头都不能让别人抢走。秦爷，为了半本书动用这么多资金，风险太大，我建议您不需要你的建议，只要拿到上半本，找到龙脉玉髓，我秦家就能称霸整个古玩界。到时候这点钱算什么？是，我立刻去办。于先生，这次若是能顺利拿下原石，开出奇书，您就是我秦家最大的功臣。到时候我秦啸天亏待不了您。慢！这老东西不好对付。瞎子，你干什么？没看见我在谈正事儿吗？秦爷，抵押所有产业，动用秦家全部现金流，事关秦家100年基业和生死存亡。
老朽当年快饿死街头，是您赏了一口饭，救了这条命。今日老朽不能眼睁睁看您把身家性命在一个外人的一句话上。你信不过玉先生的眼力，刚才那个青铜鼎，他可是摸都没摸就断出来了。这份本事，你我在场都做不到吧？隔空断物，手法诸多，老朽斗胆，这事儿太大，必须亲自过一手。玉先生，得罪了，老朽今天就用自己随身30年的老物件，给您设最后一道局。您若过了，老朽心服口服；您若过不了，您要是断出他的根脚，老朽给您磕头赔罪，以后这条老命听您差遣。若是断不出，就请您即刻离开秦家，永远别再踏入省城半步。玉先生，瞎子脾气轴，您多担待，他也是为了秦家好，没有恶意。这瞎子有点水平啊，随身带了30年的东西，肯定不是凡品。这人要是去了拍卖会，肯定会给我添麻烦，得想个办法把他摁住。哼，好，老夫接你这道局，但我还要再加一条：如果你输了，不要再给秦爷长眼。从今以后，秦家的眼由老夫说了算。好，老朽和你赌。天眼开，画工精细，发色纯正，底号大清乾隆年制，包浆、胎土、器型都没问题。单从外面看，这是一件乾隆本朝的官窑精品。拿到外面，10个行家9个会说是真品。玉先生，您不会是只有这点说辞吧？就凭这个，可赢不了老朽。急什么？这东西从外面看天衣无缝，但骨子里大有乾坤。这是清末明初京城造假大师鬼手里的绝活，脱胎换骨。底牌和瓶口那一圈是真乾隆官窑的瓷片，但中间这偌大的壶身是晚清民窑的仿品，真假拼接，以真掩假。鬼手里将真瓷片切割打磨，和仿品严丝合缝的拼接在一起，再用特制的秘方釉水重烧一遍。高温之下，接缝被釉水掩盖，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敲击的声音，真瓷和仿瓷音色不同。吴瞎子，你的大拇指长摩挲平度左下角，就是为了用手汗和包浆掩饰那一处极小极小的釉火色差，对不对？秦爷，我赌输了。有玉先生孝助，您去江城拿那块原石，万无一失。老朽就先撤了，不碍您的眼了。好，太好了！玉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连鬼手里的绝活都瞒不过您的眼睛。3天后，咱们江城见分晓，到时候上半本书龙脉玉髓全是我秦啸天的囊中之物。秦爷，老夫说到做到，3天后就是你的死期。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拍品，一件重达100斤的神蟒头料。据卖家透露，这里面藏着惊世骇俗的绝世奇书。至于是什么书，卖家不便明说，但承诺价值连城，举世无双，起拍价1个亿。事关重大，绝不能有半点差池。我要上去听听。这石头声音发闷，中心似乎是中空的。玉先生，你确定书在里面？该不会是你搞错了吧？秦爷若是连这点常识都没有，那就别拍了，省下这2个亿，回家睡觉多好。天宫要术是纸质古籍，少说有上百年历史。若不用蜡封铁匣做成中空结构保护，直接塞进石头里，早被水分和矿物质腐蚀成泥了。声音发闷，正是因为里面有防腐的夹层，这是常识。
不是猫腻。用微型 X 光机扫一下，我要看个清清楚楚。秦爷，中心确实有一个规则的长方形阴影，尺寸和厚度都符合铁匣的特征。好，举牌2个亿。鱼彻底咬钩了。2号桌出价2亿，还有更高的吗？3个亿。5个亿。这东西我秦啸天势在必得，谁敢跟我抢，就是跟我整个秦氏集团作对。8个亿。管家，我们账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秦爷，能调动的现金全砸进去了，满打满算也就10个亿。如果再加，集团的资金链就彻底断了。到时候找黑市钱庄，把我在省城的厂子和秦家老宅全抵押出去，能借多少借多少。秦爷，那可是秦家3代人的基业啊！您父亲、您爷爷攒下来的家底儿，万一出点差错，可就全没了。没有万一，只有敢赌才能赢。只要拿到天宫要素上半部，找到龙脉玉髓，到时候10个的秦家都赚回来了。给我借！是，我这就去。10亿。10亿成交，恭喜秦爷拿下绝世奇宝！哈哈哈哈哈哈！天宫要术终归是我秦某人的，龙脉玉髓终归是我秦某人的。笑吧，这是你最后一次笑了。拿切割机来！我现在就要当着全江城人的面开出这绝世奇书。秦爷，这原石庞大，现场解释恐怕不合规矩，要不您带回去慢慢开？今天谁也别想拦我！切！玉先生，从哪里下刀？你来说。直接从中间切，那铁盒子在正中心，一刀下去，奇书自现，偏1分都不行。听玉先生的，从中间切。书，真的有书！玉先生真乃神人！哈哈哈哈哈！恭喜秦爷，贺喜秦爷！天降奇书，秦家注定要称霸古玩界了。这上面内容完全对不上啊！我的天宫要术呢？天宫要术在哪儿？谁干的？秦爷，这石头一直密封着，从进场到现在没人碰过啊！我们的人全程盯着的。是你，玉老鬼！你敢设局骗我？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我，可惜没有什么玉老鬼。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晨，是张建国的徒弟。什么？你说什么？张建国，那个死绝的老东西？秦啸天，当年你为了这半本天宫药剂，指使吴天害死我师父。你以为这世上没人能治得了你？你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草菅人命？今天这块石头，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一个死局。我先是假扮玉老鬼混到你身边，取得你的信任，再仿造了那块假石头，编造了皮壳嵌宝的谎言，就是为了让你人财两空。你拍下他的10个亿，全是我用来给你买棺材的钱。秦啸天，你欠我师傅的，今天该还了。你这个小畜生，叫人给我把他剁碎了喂狗，剁碎了喂狗！秦爷，好大的威风啊！你怎么来了？这不关你的事。你拿10家厂子、秦家老宅跟我钱庄借了10个亿，听说买错了东西，那这钱你想怎么还？道哥，你真要弄到这种地步吗？咱们好歹也是多年的交情。你身居高位，家底雄厚，可我不吃这一套。猛虎落了难，孤狼也能把猛虎啃死。交情值几个钱？道哥，你听我解释，这小子做局坑我，他骗了我。我秦家还有钱，还有产业，我肯定能还上。你给我3天时间，就3天。还？你整个秦氏集团的流动资金都断了，厂子抵押了，老宅也抵押了，你拿什么还？拿你的命还吗？杨兄弟是吧？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麻烦这老狗交给我。您的大恩，我刀哥记下了。有劳刀哥，不过还需要您帮个忙。尽管开口，只要我办得到，绝不推辞。这人手上还有半本天宫要素，本就是来路不正的不义之财，能把那半本书转交给我。放心，等我抄完他家，翻个底朝天，也会亲自送到您手上。还想要另外半本？不可能，那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拿走。按黑市规矩，借钱还不上的，连人带命全归钱庄，带走。放开我，杨晨！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下去给我师父磕头谢罪吧！师父，大仇已报，您可以安息了。徒弟没有辜负您的教导。喂，师娘，这么晚了，怎么了？什么？师娘？那半本天宫要术其实在你手里。师娘，你在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那上半本天宫要术真的在你手里。大杨，你师父当年拼死保住这书，在丢了性命之前偷偷托付给了我。那天晚上他浑身是伤的回来，把这盒子塞进我手里，让我千万保管好。他说这书比他的命还重要。你师父临终前叮嘱我，一定要等你彻底成长起来，才能把这书交给你。如果你一直是个普通的学徒，平平安安过一辈子，这书就让我烧了。你一辈子做个普通人，远离这些是是是非。师父，原来他老人家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他早就想到了这一步。大杨，你没让你师父失望，你不仅揪出了幕后黑手，还替他报了血海深仇。现在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了，你师父在天上看着，一定会为你骄傲的。师娘，这些年
你一个人守着这个惊天秘密，不敢说，不敢忘，受了多少苦，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只要你平安，师娘受点委屈算什么？你师父走了以后，你就是师娘唯一的亲人了。现在秦啸天倒了，大仇也报了，我们终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哎呦，门都没关就抱得这么紧，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要不要我出去给你们把门带上？晚秋，你怎么也跟来了？你不是在省城处理秦家的事吗？我怎么不能来？秦啸天的事儿解决了，我可没忘某人还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呢。怎么，报完师娘就想赖账？什么人情？大洋是我们翠玉园的人，他欠的人情，我这个做师娘的替他还也行啊。苏总开个价吧，多少我都认。师娘说笑了，我看上的男人，别人可替不了。杨晨，我爸说他想见你，就明天上午，我已经帮你约好了，不许说不。大洋，翠玉园以后还得靠你当家做主呢。你师父走了这么久，是你撑起了这个家。杨晨，翠玉园是你师父的心血，我不跟你争。但凤凰珠宝随时欢迎你来做首席鉴定师，我爸说了，这是你应得的。苏总，大洋是我们翠玉园的人，他想去哪儿得他自己说了算。对，杨晨，你自己怎么想？两位的好意我都记在心里了。翠玉集是我师父留下的根，我不能丢。凤凰珠宝那边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义不容辞。两边都是我的家，我都不会辜负。你这孩子长大了。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不过你可别到时候忙得两头顾不上。放心，我年轻，扛得住。而且我这有了天宫要素的上下册，就能按图索骥去找那龙脉玉碎了。这才是师父真正托付给我的事，我不能让他失望。张师傅的德行，圈内人都敬重。杨晨，你师父要是看到你今天的样子，一定会为你骄傲的。师父，您看到了吗？您的仇，徒弟报了；您的书，徒弟接着往下传。徒弟一刻都不敢忘。您在天上可以安息了。好了，大仇已报，日子还得往前看。大洋，以后好好干，把翠玉渊发扬光大。你师父在天上看着你呢。对，以后江城和省城两家联手，资源共享，把咱们这边的玉石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才是正事儿。好，师娘、晚秋，咱们一起努力，师父的遗愿，咱们一起完成。